Hello，大家好，我们是 Mandarin，你的虚拟货币好朋友，我是 Brian。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又回到这个频道上了。这3个月时间啊，我去了欧洲很多地方。我从匈牙利开始去旅游，然后一路到葡萄牙。这中间3个月，我跑了很多的国家，跑了很多的城市。然后我中间还走了那个很有名的西班牙朝圣之路 Camino de Santiago。在那段时间，我走了1个月的时间，真的是还蛮累的。但是如果有兴趣去探索世界的人啊，我还蛮建议你们去走走看的，而且希望你们可以预留多一点时间，走长一点的那个路程，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真的蛮推荐的。那我走完那个1个月的这个朝圣之路啊，我自己还瘦了8公斤，这样会不会让大家更想要去走这个朝圣之路啊？但是还可以当成一个什么，好像是什么1个月的这种减重保证班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之后走完了朝圣之路之后，我还去那个葡萄牙那边去跨年，就是在那个 Douro River 上面去搭那个渡轮跨年，那个感受真的蛮特别的。对啊，所以这3个月我就是去跑了这些地方，然后体验了很多很不一样的文化啊，然后看了很多美丽的建筑风景，然后也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就现在回来台湾了，觉得这还会花很多钱，还是赶快回来继续赚钱好了，才有办法去就是体验更多事情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这个影片啊，其实是跟大家打个招呼，说我回来了，然后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这3个月来都在干嘛这样。然后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最近的 Realty 啊有什么新的消息。那我这边会从那个1月18号的那个线上会议的那个 YouTube 上面那个线上会议里面去截取3个重点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说，那个最近那个 Realty 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啊？那因为那个线上会议的时间很长，他们通常都开可能都快要1个小时的。那我就是自己先听完之后，那我把这些跟大家比较有关系的一些重点截取出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也欢迎点选叙述中的 realty.click，进去了解 realty 哦。第一点呢，是在1月18号的线上会议里面呢，有讲到说，在1月16号，今年的1月16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火。那这个大火的发生地点在 Jefferson Property，那也就是我现在那个荧幕上呈现的这栋房产。那这栋房产呢，目前的状态是已经完全不能够居住，它听说就是已经就是烧的毁坏的程度非常非常严重，就已经没有办法居住的状态。那里面的那个还有里面的没有人员伤亡。那这个事件的发生的原因，都还在调查当中。那消防队当时赶到那边的时候，就是先把火扑灭了。那现在还在进行这个后续的调查程序。那Realty 他在这线上会议有提到说，就是身为房东，这个虽然说火灾这件事情其实应该算相对少见了，但有的时候还是会发生。那现在发生之后，那个 Realty 还有那个保险公司啊，其实处理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就是说，那这栋房产如果这样子烧毁之后，那后续要怎么处理？是股份币要怎么样去是怎么样去处理？是兑现吗？还是要换成其他的这个其他房产的股份币？这些都还不清楚，因为那个保险公司还有那个火灾的这个发生的原因都还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这个保险公司会理赔多少都还不知道。那所以 Realty 需要更多的资讯，才能够做下一步的这个计划。这样，那有听到他们说在，接下来的也许2周或3周的这个时间里，会有比较多的资讯出来。那这些房产啊，这个股份币要怎么处理？在那个时候也会比较明朗一些。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对这个房产的火灾的后续，是怎么处理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里面。那这个房产里面呢，它这边有一个声明，就是说
告诉你说现在的这个房产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看，像这边他会写说，哦，这个很不幸的，这边也发生了火灾，然后那个 Realty 的团队正在努力的解决当中。所以这边的update 其实算是都应该算是最新，只要有什么新的消息，那 Realty 的团队都会放在上面。所以如果说就是您是有可能是会担心说，哎，假设你买了这个股份币的话，那假设房产如果发生什么火灾还是什么毁损的话，会怎么样处理？这个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当做一个借鉴，就是说，哎，假设自己的房产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会怎么处理？那所以有兴趣跟踪的朋友们，你可以到这个网站来去看一下他这边的资讯哦。第二点呢，是在1月18号的线上会议里，John Mark 他有提到说，JP Morgan 呢有提到说，未来的这个房地产的投资啊，是经过代币化进行的。那我这边去找一下资料，有找到一篇这个报道，就说这个 JP Morgan 他有说到，未来2030年的时候呢，这个现实世界资产 （Real World Asset），就是这个市场的市值呢，能够达到160兆美元。那这个 real world asse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像房地产比如说像珠宝比如说像这些现实世界的这个有形体的这种资产呢，然后被代币化啊，这些都统称叫做这个 real world asset。所以JP Morgan 就这个提出说，未来这个real world asset 的这个市值呢是可以达到这160兆美元的。第三点呢，是在线上会议中有网民向 John Mark 提出问题说，他有一栋房产，他在去年的6月的时候发生了有房客流出的情形。那因为这个房客流出呢，导致他这个租金的收入就下降。那所以他提出问题问 John Mark 说，诶，那这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已经快要7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房客都还没有回补回来？然后想要请问 Mark 是什么原因这样？好，那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之前我们有做过一集，就是专门在讲说为什么会有房客流出的情形。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这个连结去看说房客流出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好，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 John Mark 当时的回答，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也是蛮果断的，就回复说，他宁愿就是要有好房客，也不要有坏房客。诶，这句好像有意思哦，就是可以想一下，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是房东，然后你会不会去审核这个房客？会不会去至少看一下说这个房客他是不是一个稳定的人？会不会稳定的支付你租金？那他的担忧我觉得是对的，因为如果说今天遇到了比较不好的房客，那他可能3天2头就可能破坏了房子，去毁损了这些里面的公用物品，那后续的这些补救还有维护的这个成本有可能是更高的。所以 John Mark 他的立场是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去找好一点的房客，来避免到后面的这些问题。这整体上来讲应该是会比较好的。所以所以 John Mark 就回复就是说，就是他们在挑房客的时候都有房客的审核机制，会去查一下这位房客的背景，然后去看一下他说他是不是在政府补助的这个状况下来租这个房产，因为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是比较稳定一些。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直接的回复这位网友啦，就是说就是也可以就是说完全不做任何审核，就让任何人来开始来租这些房产，那这些房产就会马上被填满。但是就长久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做法吗？这个也不一定。那所以John Mark 的决定我个人是支持啊，觉得就是我们这些想要投资的，当然就是希望我们出租的这个房产不要事情那么多，然后不要问题一大堆，这样导致后面的问题就是会很难处理这样子。好，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3个月的旅游回来之后，然后我上去看了一下这个 Realty 它的二手市场。结果发现了现在的这个风向有点改变。那这个网站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是 Realty Rent Tracker 嘛。那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看到什么东西哈。
好，那大家来看到，就是在这里啊，你可以看到这个 price difference，指的是跟当初 Realty 卖出这个价格比起来，你可以用少多少百分比的这个价格去买到这个股份币。那我现在往下整个这样，从最上面这边就是负3.52，就是说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那我这样子给拉到最下面，所有的这边看起来，其实再怎么样也就是以 Realty 它原本的价格去出售的。这个在我在出国之前，其实看到的风向不是这个样子。我看到的风向是，当时大家会把这个价格去提高，然后在提高之后出售。那所以有时候会看到，甚至有超过这种5%，正5%或甚至正10%的这样子的价格去出售。那其实我跟那个团队就是在讨论一下，说，诶，这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啊，这是我们自己猜测啊，但是就是当参考看看，就是我们之前啊，在去年大概10月9月那个时候，其实 Realty 它释出的房产其实并不是很多的，因为他们那段时间可能正在谈更多新房产的这个取得，然后就是释出的房产没有那么多的数量。那在供需比较少，在供给比较少的状况之下，那大家这个需求可能还是一样的高，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还是会有人去把那个价格去调高之后再卖出。那现在最近的话是现在的话是供给还很多，就是最近呢常常会有新的房产出售，像我在旅游的时候，我常常会收到这个邮件，就是通知我说，诶，那个 Realty 它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房产在出售，那个数量都是可能七个房产、5个房产。什么这些数量在提出的这样，所以最近的这个供给来讲，算是相当的充足。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就人们就认为说，哦好，那这样看起来是现在供给都是非常的充足，那这个价格呢就没有办法去提的这么高，这样，所以就是造成说现在就是大家会觉得，哎，那他想要去把价格去放下来，然后希望可以去出售，去换得这个现金，然后可能去买其他的realty 的其他房产也说不定这样子。但是我发现一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多关注这个部分这样。好，那这一集就介绍到这边，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近况，然后还有 Realty 最近有什么新闻，有什么最新的状况。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点选叙述中的 Realty.click 继续了解 Realty 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欢迎你们按赞、分享还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那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提问，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的。好，那就先这样喽，拜拜。